我们现在要和大家来欣赏欧洲的新古典主义艺术。新古典主义是继欧洲的巴洛克艺术和罗可可艺术之后的一个新的艺术潮流。这个艺术潮流的产生，它和17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是密切联系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大陆理性哲学的产生，都为新古典主义提供了精神前提。德国学者柏林对新古典主义的基本观念有如下概括：第一，新古典主义认为美德归根到底是存在于知性当中的，或者说知识就是美德。第二，新古典主义主张一种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的本质是对美的追求和对完美性的理想。第三，对于新古典主义的学者、艺术家和诗人，现世、生命、自然、理想这些事物或者说这些观念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新古典主义艺术运动的产生，它最直接的来源是18世纪的文化学者温克尔曼在对希腊古典艺术的研究当中，他对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和艺术理想做了深刻的阐发。他的成名作发表于1750年，在他的成名作品《论希腊绘画和雕塑作品的模仿性原理》这篇文章当中提出了一个文化观念。他说，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唯一使我们变成伟大而且具有不朽性的办法，就是模仿古代人，具体讲就是模仿希腊人。温克尔曼认为，在希腊古典艺术中存在着一种对自然理想化的再创的精神，简单讲就是存在理想性。所以他说，对于希腊人来说，艺术最高的美不仅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而且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美的确定的理想形式。温克尔曼的这种以希腊人为现代人类的理想楷模，又以希腊的古典艺术为人类超自然的审美理想表现为基本艺术精神的原则，其实就是古典艺术的核心原则。我们现在来看一个雕塑作品，贝尔维德里的阿波罗。这个雕塑呢，它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一个希腊雕塑的复制品，原件我们是看不到了。温克尔曼特别赞赏这个雕塑，认为它是希腊男性雕塑的最完美的典范。对于这个雕像，温克尔曼有这样一些分析。他说，这个雕像是全身富有变化的一个雕像，它的每一个部位乃至于2只脚后跟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变化呢是非常细腻的在变化中。所以不管是看它的下肢，还是看它的胸脯，或者是我们看它的面部，都发现它的身上没有一个凸起的地方，既没有深沟，也没有尖锐的拐角，而是非常细腻、接近于平滑的去变化中。温克尔曼对这种变化的比喻就是，他说，你看他的身体好像是被细风吹拂着的海面
轻轻的波动中，你看见它在变化，但是你找不到它变化的起点和终点。另一方面，温克尔曼还认为，这个雕像它尽最大努力的去剔除了我们在自然当中都会有的瑕疵和缺陷，特别是我们来看它的面庞，没有任何一个疤点，是最完美、平滑、圆润的一个脸庞，它具有极高的完美性。温克尔曼认为，希腊雕像的美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这些雕像极具生动细腻的质感；另一方面，它们又像最纯洁的山泉水一样，被过滤消除了一切杂质，达到一种高度的纯粹性。所以温克尔曼说，希腊艺术的理想美不是模仿自然，而是对自然的提升。他赞成用模仿这个观念来谈希腊艺术的人体创造，但是他又指出，只有用理智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自然，才是希腊艺术家的真正的原型。所谓用理智创造出来的精神性的自然，就是理想。因此，对于温克尔曼来说，理想是希腊艺术家的真正的原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想到柏拉图。在前面我们讲古希腊艺术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柏拉图认为我们的诗歌、音乐、绘画都是模仿自然，模仿的不是自然的真实，而只是它的外观影像，所以他反对艺术。但是柏拉图又认为，在自然的背后还有一个永恒的完美的原型，这就是他所说的理念。其实在温克尔曼的新古典主义观念当中是有柏拉图的影子的，就是那个完美原型的理想这个影子。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雕塑，这也是温克尔曼特别推崇的一个雕塑，是拉奥孔群像。拉奥孔群像是展示在特洛伊战争当中，拉奥孔父子三人被蟒蛇缠绕的惨痛情景。按照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叙述，拉奥孔是特洛亚人的祭司，由于他识破并且讲出了奥德修斯的木马计，所以被海神波塞冬派了2只巨蟒来把他和他的儿子惨死。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父子3人被巨蟒缠身而垂死挣扎的那一群刻。温克尔曼在分析这个雕塑的时候，他说，我们观看这个雕像，可以看到雕像中的父子3人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特别是我们看他们的肢体部分，他们的大腿或者是他们的胸脯上的肌肉，都由于被蟒蛇强力的缠绕而疼痛抽搐。但是他说，你看父亲拉奥孔的面孔，你会发现这张面孔只是轻微的叹息，而没有因痛苦而裂开大口嚎叫。他说，为什么拉奥孔的面容会这样平静呢？为什么他没有展现出垂死挣扎时候的那种抽搐和变形呢？温克尔曼的解释是，身体感受到的痛苦和心灵的伟大以同等的力量分布在雕像的全部结构当中，是否是经过了平衡似的。简单的说，温克尔曼认为拉奥孔的面容的平静是一个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平衡的表现，也就是说，心灵的伟大战胜了心灵的痛苦，使他的面容展现出
一种宁静感。所以温克尔曼以这个雕塑为代表，对他所看到的希腊古典雕塑做了一个概括，就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所谓高贵的单纯，就是指希腊雕塑尽最大努力去剔除了人作为自然人和现实的人所不能避免的那些偶然性和缺陷，达到一种高贵性、单纯性。而静穆的伟大呢，就是心灵平衡了身体，使他的整个形象表现出一种肃穆端庄，因而有一种人格的伟大性的呈现。温克尔曼对希腊雕像做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概括，主要是根据于他在罗马所见到的罗马人对希腊雕像的复制品，而且这些复制品的原型并不是希腊公元前4世纪以前的古典艺术作品，而是后来的泛希腊化时期的艺术作品。应当说，这些作品缺少或者减弱了希腊古典时期健硕饱满的生命力，也削弱了他们对神性的完美的理想性，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细腻委婉，也就是温克尔曼所强调的那种静穆感的雕塑。温克尔曼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希腊专家，他当时的名声非常的大，而且他在罗马的时候有多次机会被资助前往希腊本土考察，但是都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成行。所以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希腊专家，他始终没有踏上希腊本土。而且特别不幸的是，他在年仅51岁的时候，前往德国的北部城市德累斯顿考察古希腊艺术，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贪财的男子，在他们结伴而宿的时候，这个男子为了抢劫他的财物而把他勒死了。这可以说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非常沉痛的悲剧。然而温克尔曼以他短暂的一生，而且以他伟大的想象力和艺术敏感力，虽然对希腊艺术的解释是有所不足的，但是他开启了西方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后来的伟大的文学家，比如说歌德，就是他的一个没有见面的虔诚的崇拜者。他对歌德的影响可以说是歌德只能成为歌德的一个伟大根源。温克尔曼的新古典主义艺术理想最根本的观念就是主张以理性为指导，来对艺术创作进行美和和谐的追求。因此秩序、冲突的平衡、形式的协调完整是一些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新古典主义画家就是法国的大卫。大卫是一个横跨法国帝国时代和法国的革命时代的一个画家。他早年曾在法国的宫廷里面
先后为路易15和路易16服务。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他又积极投身于法国大革命，追随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成为一个以绘画投身革命、推动革命的一个画家。但是后来罗伯斯庇尔因为进行血腥政治而被清算，大卫也跟着坐牢。他在几年牢狱之后，又由于拿破仑掌握政权而重新成为拿破仑帝国的宫廷画师。拿破仑失败之后，他也就再次被清算，最后他自动流放到了比利时，而且在比利时最终客死他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作品是大卫创作于1784年的荷拉迪的誓言。这张绘画本来是路易16向大卫订购的，但是他并没有归属于路易16，而是属于后来的法国革命阵营。这幅画的故事背景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和比邻的古里兹亚人发生了战争，但是他们双方有姻亲关系。为了避免一场更大的战争，双方就达成协议，各派3名勇士来进行格斗，以决定罗马城和阿尔贝城的统治权的归属。那么荷拉迪兄弟3人被选出来与地方格斗。现在我们看到的场景是老荷拉迪向3兄弟授予宝剑的情景，而3兄弟在伸出右手接受宝剑的时候，宣誓为他们的城邦英勇血战。大卫在这幅画的构思当中，非常理性的去运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原则。首先我们看到他通过地板的透视性线条和背景当中的3个门洞的立柱，还有门洞背后的深河的阴影，强化了前景中人物的英雄性和雕塑感。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让3位兄弟伸出的手笔直地指向老荷拉迪高举着3支宝剑的双手，以荷拉迪的手掌作为整个画面的透视点，也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聚焦点。大卫为了强化的表现父子4人的英勇大义，在画面的右边作为一种陪衬，让画面上的妻女处于一种哀婉凄苦无奈的状态，几乎是丧失了支撑力的身体的形态，正好是对4位男性的坚毅如立柱一样的身体的一个陪衬。这就是古典主义绘画经常用的对比强化的手法。当然我们还会看到还有明和暗、光与影的对比强化。整幅画面给我们一种秩序井然、层次分明、形象坚毅的英雄气氛。这就是古典主义绘画的美学精神在这幅画当中的典型表现。这幅画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当它最后完成的时候，正好是法国大革命的风暴袭来。这幅画就伴随着大卫从一个皇室画师转变为一个反对皇室的革命者，而成为一个革命的艺术品。我们知道大卫不仅投身革命，而且对判决路易16绞刑他投了赞成的一票。这可能就是这幅传世的油画背后那令人深沉感慨的一个元素。我们现在来看大卫的另一个作品，
这是他1793年创作的《马拉之死》。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基本工作是主持肃反工作，也就是清理革命的反动派，尤其是保皇党。他有严重的皮肤病，每天呢，他必须躺在浴缸里数个小时，所以他是一边在浴缸里治疗，一边工作。1793年的一天，马拉正在浴缸中工作的时候，他被一位名叫夏绿体科代的女人刺死在浴缸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马拉被刺死之后的场景。马拉死后，被当时的革命党人认为是最神圣伟大的英雄，而大卫被要求为死去的马拉作画。马拉死于浴缸，这本来是一个很难表现英雄气概的场景，但是大卫以他的古典主义精神对这幅画进行了独特的构思。首先，他把整个画面分为两部分，画的上面部分是空无一物的棕红色，深沉而庄重，而画的下面部分，死去的马拉下半身浸泡在浴缸中，而他的头部和胸部暴露在浴缸之外。我们看到的马拉是仰头侧身，安详地仰靠在浴缸的一端，他的左手还持着他在签署的一份文件。我们仔细看，还可以看到上面有凶手科代的名字，而他的右背自然下垂，但是胳膊弯曲，而手中还捏着鹅毛笔。我们会看到旁边有大卫签名的小木箱，垂直方正的线条和鹅毛笔直立的造型是非常呼应的。在这里我们会感到一种马拉虽然肉体的生命死去，而他精神的生命还通过他的手背传达给他工作的鹅毛笔。在这幅画像当中，大卫并没有把马拉作为一个强健雄伟的英雄形象来表现，而是把他的身体最大限度地掩藏在了浴缸中，只露出他的头部和胸部还有两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拉其实会给我们一个联想，就是那个对于所有的西方人都非常熟悉的形象，即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马拉死去之后的安详的面容，其实是和耶稣受难之后的那个安详的面容是有一种脱胎而来的印记的。所以大卫在这幅画里面，他对英雄气氛和悲剧气氛的营造是非常理性的进行了绘画语言的取舍提炼而得来的。这应该说，新古典主义绘画对于一种意识形态宣传，它具有独特的力量。这节我们要欣赏大卫的另外一个作品，就是沙宾的《女人们》。这幅被标明为1799年创作的作品，它的背景是值得一提的。1794年的热月政变把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而作为他的热衷的追随者，达卫也被逮捕入狱。据说是在1796年的时候，狱中的大卫开始构思他的马拉之死，
而1797年，拿破仑成为革命的新领导人之后，那么他重新启用了大卫，而大卫作为拿破仑的御用画家，就在1799年完成了沙宾的女人，而且把它献给拿破仑。这幅画的题材来自古罗马的历史故事。传说罗马建成后，罗马人和比邻的沙宾人相约聚会，在聚会中，罗马男人灌醉了沙宾男人，掳掠了他们的妻女。被掳掠的沙宾女人们在罗马相夫养子，居住下来。多年之后，沙宾男人们前来征战讨伐罗马，已经成为罗马人的妻女的沙宾女人们，在相战的两族男人之间进行了最坚决的劝阻，使战争得以平息。我们现在来看大卫这幅画，它的色彩是非常的明丽，层次感非常好。这幅画的构图，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的左边是一个浸润在阴影当中的一座古堡，而它的右边是深远的天空，乌云围绕着一片明亮的光景。那么在画面的下半部是城堡下面交战的沙宾男人们和在他们之间穿行阻扰的女人们。我们要注意到，在这个混战的场景当中，虽然人物众多，但是只有一个人物是正面朝向我们的，而且只有他是全身沐浴在明亮的阳光当中，他就像一束耀眼的光线投射在这一幅因为混乱而迷暗的画面上。这就是在画面的下部大概中央位置，那个跨出右脚挺胸张背来阻挠交战双方的沙宾女人的造型。这个造型是极富有雕塑感的。如果我们熟悉收藏在巴黎卢浮尔宫的蛇雷斯的圣女女神像，我们就会想到她是这个女性画像的来源。大卫在这里是以面目不清、形体躁乱的众多人物来烘托出一个造型清晰、极具张力和召唤力的一个女性形象。这也是大卫的新古典主义精神的一个创意性的体现。大卫的人生是一个非常周折的人生。拿破仑称帝之后，大卫就相应的做了拿破仑的宫廷画师。而拿破仑给大卫的一个最重要的订购任务，就是让他描绘自己带兵征战意大利的一个场景。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幅画《拿破仑穿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对这幅画是有要求的，他要求大卫充分发挥他新古典主义的伟大的技巧和想象力，要把自己塑造为古今绝艺无双的伟大君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拿破仑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正在往山峰奔驰时的情景。你看，马的两只前蹄和马首都高高的扬起，马的两只后蹄如铁爪一样的抓在岩石上面，而它的被季风吹拂着的马尾正好和拿破仑的被吹拂的斗篷相呼应。拿破仑英俊坚毅的面庞和马高昂的头颅是相呼应的，而马匹和骑手他们组合成的这样一个富有雕塑感的造型，在强劲的动势当中又被富有张力的远处的山峰
和苍穹相呼应。可以说，这真是展现了天地之间一个伟大的骑手驾驭一匹神骏横空出世一般。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拿破仑带兵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骑的根本就不是马，而是驴子。这就是新古典主义艺术在被皇家御用的时候，它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超现实的、浪漫的、理想化的艺术，而大卫就是这个浪漫理想艺术的伟大创造者。拿破仑失败之后，大卫就自动请求放逐到了比利时。在比利时，他继续教学生创作绘画，发扬他的古典主义艺术风格，最后客死在比利时。这是一代风云画师的生命终结，应该说也是新古典主义的伟大时代的终结。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安格尔。安格尔是继大卫之后最重要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是大卫的学生。如果说大卫的绘画先后以对帝王的歌颂和对革命的张扬为主题的话，那么安格尔的绘画主要是进入到了一种带有实塑性的表现感性快感的古典主义绘画题材当中。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安格尔1808年的作品《玉女》。在画面上，这位半侧坐着的女性裸体丰满富有曲线，她微微轻浮的背部和背景中的帘幕的相对于垂直的线条，以及她所坐着的床垫的线条之间，是形成了一种平衡安静的感觉。安格尔在这里向我们描绘了这个女性裸体，显然是带有一种理想性的丰腴完满。在这幅画面上，应当说我们看不到在大卫的皇室绘画当中所表现的雍容华贵，也看不到在大卫的马拉式的绘画当中所表现的革命的崇高感。它是一种对女性肉体的感性丰美的一种描绘和赞美。这是安格尔1856年的作品，是他比较晚期的作品，它的名字叫《泉》。那么在画面上，这个在冷色调的背景上呈现出的优美的女性酮体，她站立的姿势是典型的古希腊雕塑维拉斯的姿势，显得轻盈优雅，既充满年轻女性的感性的魅力，又给我们一种希腊古典女神的端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862年的土耳其玉女，这是安格尔在去世前5年完成的作品。这个圆形的画面让我们仿佛通过一个圆形的镜孔去窥视到一个玉体横陈的场景。在前景当中比较明确突出的显现的女性的形体有3个，一个是如前面我们看到的玉女一样的造型，她的身体是背对着我们坐着的，而右边的一个女性则是半仰躺着，展示着她丰满的胸脯。还有在中景当中与她们形成一个三角形关系的那位
女士，她在端坐着，用手遮掩着她的胸脯。在这里，也许这3个女性，她们实际上是一个人的3个不同姿态的表现：一是遮掩的，2是袒露的，3是羽展环掩的。其实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安格尔的绘画应该说不再具有他的前辈那种对一个确定的绘画主题的追求，不再是炫耀，也不再是讴歌，而仅仅是对女性肉体美的描绘和欣赏。实际上，这就进入到了一种当时在法国已经开始兴起酝酿的艺术的唯美主义运动当中。在安格尔之后，新古典主义绘画主要是运用于实塑化的民间审美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安格尔1814年的作品《大宫女》，这是安格尔受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波拉巴的委托而创作的绘画。在画面上，无论是前景的床榻，还是背景中的坠花的帘幕，都展示出画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份的华贵，而她斜躺着的身体背朝着我们，展现出了非常优美舒展的曲线。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画中的美女，她用了一只富有挑逗性的眼睛在对我们回眉凝视。我们看到这幅画，应该想到它的历史渊源。早在16世纪初，也就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高度展开之后，威尼斯画派的创始人乔尔·乔纳就创造了一幅甜睡的维拉斯的作品。这幅作品如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它描绘的是一个仰身躺在山野之巅的一个美女，她的身体也是非常自由舒展的，而她枕在自己的右背上的面庞是一种古典雕塑式的恬静优美。特别我们注意到她的双眼是熟睡状态中的轻微闭合，她的丰满的乳房，还有她的像小山丘一样轻微起伏的腹部，和她非常流畅的左腿的线条，都在向我们描绘着一个古典雕塑式的平衡宁静之感。在乔尔·乔纳的这幅甜睡的维拉斯之后，乔尔·乔纳的学生，也是接替乔尔·乔纳成为威尼斯画派的领袖人物的画家提香，创造了乌尔比勒的维拉斯。提香的乌尔比勒的维拉斯身体的造型，特别是他仰躺的姿势，是会让我们想到提香对老师乔尔·乔纳的接见的。但是从乔尔·乔纳的维拉斯到提香的维拉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提香的维拉斯不再是轻闭双眼而沉睡的，相反，它是美目微张，非常富有意味的在凝视着我们。比如说，我们注意到2个维拉斯的左手都是在轻微的遮掩着他们各自的阴部。然而，如果我们细致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乔尔·乔纳的维拉斯的左手放在他的腹部和阴部之间，是非常的自然平静的，而提香的维拉斯的左手给人的感觉却有一种看似随意而又却是徐意的在作为一种张扬。提香的维拉斯的右手
就比乔尔乔纳的维拉斯的右手显得更加张扬，更加有一种对他的阴部的不是遮掩，而是标志性的意义。他的这个手势是和他的眼神之间有一种隐隐的关系的。而到了安格尔的大宫女的时候，我们发现就形体本身而言，它和前面2个维拉斯的形体是很接近的。然而安格尔把他身体的富有魅力的曲线的美张扬到极致，而且他的眼神和他暴露于我们眼前的画面下部中间位置的他的臀部之间，我们会发现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因关系的。在这里是一种大胆挑逗的意味被展现出来。我们对这3幅画的比较欣赏，可以看到新古典主义艺术它对文艺复兴艺术是有一种在美的形体塑造上的一脉相承的关系。然而它们传达出来的美的意味却是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应该说就是从高度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对女性形体美的赞美，前期还具有一种对身体的敬仪主义的自觉的敬畏。到了安格尔这里，我们就发现女性的肉体美就具有一种不再被禁忌的自由张扬的魅力。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就是照相机的发明。照相机的发明是一个漫长酝酿过程，而且从艺术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照相机的基本原理是来自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发明的绘画的透视点。我们知道焦点透视绘画技法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平面上展现有深度的景物，就是要让2维平面表现为3维空间。那么这样一种绘画技法直接成为照相机发明的原理。照相机的出现是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照相机诞生的具体时间一般以1839年第一部道格雷照相机的产生为标志。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它的发明者道格雷先生的照片，而我们看到的街景照片就是用道格雷相机在1839年的巴黎街道拍摄的街景。照相机出现以后，可以在一瞬间完整地捕捉到一个具有透视性空间结构的现实景物的场面。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家竭尽全力的要提高的客观真实的描绘景物的能力被一部机械给替代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用道格雷相机在1855年拍摄的法国乡村的一片景色。我们看这片景色，可以发现欧洲古典风景画的透视原理在这里被机械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画面上，不管是树木还是溪流，不管是
明和暗、大和小，都客观、真实而且完整的被呈现出来了。照相机出现之后，它对绘画艺术产生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就是对绘画的冲击，看到这幅画，我们就可以想到照相机的产生对西方传统的绘画艺术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当照相机能够快速、便捷、客观而且完整地捕捉景象，把现实的场景转化为照片上的风光，这就使费时费工，而且还难以真正做到客观完整的西方写实主义油画传统面临着被替代的挑战。就是说，写实的技能曾经是西方绘画传统以千百年的努力追求的技能，但是在照相机诞生之后，一瞬间就被替代和超越了。然而，照相机对西方的绘画却并不只是挑战，它还有重大的促进。我们现在来看这幅题为《奥菲尼亚》的油画作品，它是英国的前拉斐尔派代表人物之一米雷斯的作品。看这幅画，我们会感觉到这是类似于20世纪的超级写实主义的绘画风格的作品。他把画中描绘的景物，比如溪流、草木、花卉，还有躺在水上的那个女性的衣裙，都画得历历在目，有如照相写实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用传统的透视眼光来看这幅绘画，我们发现这幅画不再像文艺复兴以来的画家那样蓄意的去呈现具有透视性的空间感。换句话说，它是努力去缩短了景深，所以跟我们的感觉就有点像画家是用照相机在帮助构图。他所结构的这个画面是把人物形象从中景拉到了近景，改变了我们日常观照的焦距，所以我们才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一个宛然真实的面容。米雷斯为了创作这幅奥菲尼亚，他做了2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到伦敦附近的一段河流去做了非常细致的写生工作。另一方面，他雇请了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让她躺在一个灌满水的巨大的浴盆当中，对她的面部进行写生。因为是冬天，伦敦当时非常寒冷，米雷斯就在浴盆下面点燃了多支煤气灯，对浴盆中的水加温。但是后来煤气灯的煤油燃尽之后，水温就逐渐下降，乃至于躺在浴盆中的模特儿几乎冻僵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非常真实的描绘这个女模特儿在冰冷的水中接近于冻僵时的状态。这是摄影对于绘画技术的创新推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法国印象派大师马奈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表现的是一个处决的场景，被处决的人是墨西哥的一位皇帝，
他追随拿破仑而成为皇帝，也因为拿破仑失败而被处决。看画面，我们感到这位皇帝是被近距离的处死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新闻记录照片，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被处死的皇帝并没有站在三人中间，而是在三人的右侧。第二，行刑队伍与被处死的三人距离很大。第三，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马赖的绘画当中，有射击之后从枪筒当中散发出来的烟雾，但是在照片中是没有的。一个可能是因为摄影机离枪口的距离很远，但是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摄影机的拍摄能力还不足以捕捉枪筒发射出的迅速消散的烟雾，所以在照片中没有烟雾，而在马赖的绘画中烟雾，这显然是画家根据他的经验的一个想象性的增加。我们再看另外一幅油画，就是1803年西班牙画家戈亚创作的一个作品，叫《5月3日》。他描绘的场景是拿破仑征战西班牙之后屠杀马德里的反对者的场景。戈亚描绘的这个处决场景和马勒的场景之间显然是有马勒借鉴或者模仿戈亚的因素在里面，但是这两个作品对于空间的处理又有根本的不同。在戈亚的画面上，我们清晰地看到透视性的空间，透视感是很强的，而且在它的对角线构图当中，近景和远景之间是具有很强的张力关系的。而在马赖的画面上，我们看到以背景当中的一堵墙垣作为暗示，基本上是消除了深度。第二点呢，莫奈的这幅油画，他对摄影技术的一个借鉴是和米莱斯的奥菲尼亚一样的，就是让人感到我们不是在一个现实的场景当中观看处决，而是利用摄影机的镜头，通过变焦把景物拉近来观看，甚至可能是在现实场景下都看不到的实际烟雾，在马来的画面上被明显的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摄影给艺术家带来的一种新的构图意识，而这种意识应当说马赖对它进行了非常大胆自由的应用。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西方艺术史在19世纪中期前后的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产生。现实主义的思想背景最主要的是社会批判意识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一个主要动机。此前的艺术创作是以对上层社会的关注、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为主要动机的，而现实主义则把眼光降低。艺术家的一个新的思想动机是走入底层社会，关注日常生活。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的一幅作品，叫《相遇》，这是描绘他和两个艺术家朋友在郊野邂逅的情景。我们注意到，在画面上的库尔贝
是一个衣着素朴、形态自然的一个旅行者，他没有做作，没有装饰。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库尔贝1849年的作品《碎石工》，实际上就是在修筑道路的2个石匠。我们看到他们褴褛的衣衫，还有艰辛劳作而疲惫的身体，他们只有侧身或者背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而他们的面容都在浓重的阴影之中。库尔贝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贫贱，他们的劳作是如此的艰辛，他们的整个身体甚至整个生命都被这种贫贱和艰辛所笼罩着。这就是现实主义绘画。库尔贝在谈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如此的彬彬有礼，而对于我来说，不得不去面对一种所谓野蛮的生活。我必须要使自己摆脱那些管理者的控制，人民使我同情，我必须直接的生活在他们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库尔贝的另外一幅作品，叫《奥兰的葬礼》。这是一幅矩形油画作品，它的如山体一样横陈的画面，向我们展示的是在一个葬礼上面，如冰冷的岩石一样排列着的送葬的人群。特别是我们看到在画面上所有的人的表情都是冰冷麻木的，牧师在背对着我们例行公事的念诵着祷告词，而那个掘墓人，他似乎是所有人群当中的焦点。他穿着白衬衫、黑短褂，他的神情就是在做一件对他来说再平凡不过、再琐碎不过的事情，所以他是机械的等待着。画面中那个在牧师背后的着白衣的矮小的儿童，和这儿童对面的那一只白色的猎犬，他们都对这个葬礼场面表现出一种茫然不解的神情。库尔贝这样来描绘一个葬礼的场景，对习惯了用深重的哀痛之情来理解葬礼的观众来说，库尔贝画面的情调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的冷漠，而这正是库尔贝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当他的这幅作品被展出，遭遇到强烈的批评的时候，库尔贝认为他这幅作品就是对新古典主义，也是对当时的浪漫主义做了一个葬礼。实际上，库尔贝用机械冰冷的手法来描绘葬礼，他的寓意就是要与古典主义艺术和浪漫主义艺术告别。他要消除他认为是虚假廉价的激情，他也要突破古典主义的娇柔造作，他要直面人生的无情和贫苦。
我们现在开始讲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欧洲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的大转折时代。关于浪漫主义，我们首先有这么一些关键词，大家要了解。按照文化史的叙述，浪漫主义的开端来自于1760年代后期和1780年代早期的一个被称为狂飙突进运动的文艺思潮。这个运动是发生在德国，它的代表人物是歌德等。关于浪漫主义，我们还要知道它特别强调情感想象，它追求的艺术品质是崇高自然，而从艺术创作来说，它强调原创性和天才。法国19世纪重要的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这样来谈浪漫主义，他说，准确讲，浪漫主义并不存在于对题材或者是事实的选择，而是存在于一种情感方式。对于英国诗人华兹来说，诗歌应当是强烈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这样一个诗歌观点，实际上就代表着英国浪漫主义的诗学精神。我们追溯浪漫主义的思想源流，一定要回到卢梭。卢梭生活于18世纪，他出生于瑞士，而他后期的主要活动是在法国。卢梭提出了对于浪漫主义来说作为重要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回归自然。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这本书里面，卢梭说，作为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一方面他摆脱了野蛮人的愚蠢，另一方面他又摆脱了文明人的理性。他认为是在这样一种综合的或者中间的状态，才是人之作为人最美好的状态。在卢梭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浪漫主义者是怎样的对于现实抱有强烈的情感主义的理想，而又是怎样的在现实当中处处碰壁。在他的忏悔录开篇，他这么说道，我下面要告诉你们，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你们会发现我并不比别人更好，但是我却是与众不同。上帝创造了我，把塑造我的模子给打碎了，所以我是独一无二的。在忏悔录中，卢梭叙述过一个这样的情景。华伦夫人去世之后，在他离开华伦夫人家庭之前，被搜查他的行李，发现了华伦夫人的一个金纽饰。这个纽饰是卢梭自己盗窃的。卢梭告诉搜查者说，这个金纽饰是喜欢卢梭的一个女仆给他的。对于卢梭自己的这样一种诬陷行为，卢梭辩解说，我真的是太爱这个女孩了，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她，所以我在最危机的时候，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只想到她，我就说是她偷的。他的这样一个辩解被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这本名著当中嘲讽说，你看浪漫主义者，他们就是这样的富有情感，乃至于可以随时的背叛自己的情感。所以卢梭代表了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就是情感之上。当然卢梭他的这种情感之上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到了晚年
甚至没有办法在法国生活。他到了英国，在英国他被哲学家休谟所收留。休谟本来对他非常的友好，但是卢梭有一种被迫害狂，他经常认为休谟是他的敌人派来迫害他的人。他每天白天的时候，他会跟休谟发生狂烈的争吵，然后自己奔跑出去。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又会回来拥抱着休谟，非常痛苦而真情地说道：“对不起。”休谟这样来评价卢梭，说卢梭是这样敏感的一个人，他不仅是脱光了衣服面对这个世界，而是把自己的皮肤也剥掉了，真是血淋淋的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他极度的敏感，而且承受不了因为他的敏感而带来的刺激和痛苦。卢梭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非常极端的情感主义者，而浪漫主义就是在这种极端的情感当中开始的。在浪漫主义的精神发展史上，有一位哲学家被认为本身是极端的反对浪漫主义的人，但恰恰是他对后来的浪漫主义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的人，他就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康德可以说是在欧洲2000多年的哲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最为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之一。可与他相提并论的也许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笛卡尔。康德的哲学是以他的3本经典著作为基本构架的，就是纯粹理性批判、事件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康德的著作被认为是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史上最为晦涩难懂的著作之一，原因就在于他有一种超越常人的理性主义的精细或者是精致的追求。在生活当中，康德是一个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出生的故乡哥尼斯堡的人。当然，他的生活还有另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情节，就是他曾经有2次恋爱，但由于他总是在琢磨结婚还是不结婚，等他每一次考虑清楚的时候，他的恋人就已经名花有主了，所以他最终的结果是终身畏惧，与他的哲学或者理性为生。康德作为最伟大的启蒙哲学家，他在解释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他说启蒙就是让我们敢于做一个有理性的人生活着。他认为人作为人，在根本上就是一个意志自由者，而理性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作为一个意志自由者而生活着，这就是他所说的理性的生活，或者说有智慧的生活。康德对浪漫主义的根本影响就在于他是按照自由意志来生活的。在康德的美学著作《判断力批判》当中，他对人类的2种基本审美类型，美和崇高，做了分析和界定。他认为美是一种形式的或目的性，美的最根本的本质是
人类的想象力的自由活动。而崇高，他认为是一种无形式的活目的性，就是说，崇高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所能把握的一切尺度和规则，而成为一种对我们具有压迫性、威胁性的一种意象。他说，我们在崇高的对象那里，因为感受到我们想象力的失败而产生痛苦，这种痛苦让我们产生一种无限感。他说，什么是无限呢？在我们直观所能感受到的对象那里，一切对象无论它多么巨大，它都是有限的。他说，所谓无限，就是超越一切大而大的对象。这种对象在客观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说，无限是来自于我们具有意志自由的心灵本身。我们常常说某个对象，比如说浩瀚的海洋、辽阔的原野、星光闪烁的苍穹，这些对象其实它们本身都是有限的。我们感受到它们的无限，其实就是因为它们的巨大激发了我们的自由意志，而我们对我们的自由意志的体验投射到对象上，产生了无限感。康德的这种崇高观念，即认为崇高的本质是我们感受到自己对自然的超越，即面对于自然的我们内在心灵的无限性，是后来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核心原则。在浪漫主义文化史上，第三个重要的人物应当是歌德。歌德是一个文学家、戏剧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家。他出生于1749年，逝世于1832年。在他83岁的人生历程上，他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发起和终结者。歌德有3部对于浪漫主义思想和艺术史极其重要的著作。第一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第二是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三是浮士德。歌德写作《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时候只有20余岁，这是具有自传性的一部小说。当时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也就是小说中的女主角夏绿特。歌德非常的痛苦，甚至想到自杀。当然他最终没有自杀，而是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一部书信体的小说，它以男主角维特为叙事人，通过书信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青春时期的男子爱上了有个有夫之妇的情感周折，直至他最后自杀。维特代表着一切浪漫主义诗人的青春情怀，他们极端的敏感多情，同时也是极端的脆弱和感伤。
维特可以读荷马的史诗而落泪，也可以看着花丛中的昆虫而落泪，他也可以为了有人的一句劝告而愤怒。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是为他自己心目中的恋人夏绿蒂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或喜或悲，或忧或怨。一次，他去拜访夏绿特，见到了挂在墙上的阿尔伯特的手枪，他当着阿尔伯特的面把手枪取下来，对着自己的脑袋假装要射击的动作。阿尔伯特非常的慌张，把枪抢过来，而且责怪维特说：“你怎么这样不理性？这种玩笑也是能开的吗？”维特就有一番非常漫长的驳斥。他说道：“你们这些所谓的绅士，总是要跟我讲理性，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当一个人害着热病的时候，你去叫他冷静一点，你觉得这是可能的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残酷的吗？”最后，当夏绿蒂告诉维特：“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的感情是不可能有结果的。”而维特就在一个深沉的夜晚，用他让仆人从夏绿蒂那里接来的阿尔伯特的手枪，把自己射杀了。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这部著作里面评论威特的自杀的时候这样说道，他说：“威特就是这样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们产生了太多的情感，而且也像春蚕吐丝一样，用自己的情感做了一个厚厚的茧，把自己束缚住，乃至于最后窒息了自己的生命。”所以黑格尔说，威特是必有一死的。这就意味着浪漫主义的极端情感主义追求是没有出路的。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这部书被推崇为浪漫主义的精神游历的传记。在这部书里面，他把威廉·麦斯特作为一个开始学习戏剧，后来成为戏剧家的一生，演绎成一个永不和止的灵魂，追求开拓自己无限的人生理想的漫漫旅程。当然，歌德对浪漫主义的发展最伟大的一部著作，是用他生命当中长达60年的时间，直到他去世前2年还在写作的一部伟大的诗句性的作品，就是《浮士德》。《浮士德》这一部书，它是以中世纪的一个炼金术士浮士德的原型为题材进行创作的。在这一部诗句性的著作当中，歌德表达了浪漫主义精神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切都不能成为他们的满足。浮士德在这部长诗当中，他最后的结局是死而复生，灵魂升天。而歌德跟浮士德最后的2句诗是：谁努力，谁得救。歌德作为浪漫主义的先驱者，到他的人生的晚年，他又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反对者。他认为浪漫主义积累了太多的疾病，而古典主义代表着理想和和谐。其实歌德的一生，从浪漫主义者到古典主义者，也代表了人类艺术的一种普遍性的历程。这就是每一个艺术时代，每一个艺术家都是如出生儿一样，从追求发展开始，
而其中充满了无限的矛盾和冲突，最后是一种理想的和谐。歌德的幸运和伟大就在于，他在他的人生漫长的历程当中，不断的追求和不断的突破，他的确是达到了由浪漫主义而古典主义的那样一种和谐和完美。这就是他所说的得救。在卢梭、康德和歌德之后，浪漫主义的重要人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拜伦。拜伦他是一个贵族后裔，所以被称为拜伦勋爵。他很年少的时候，就因为继承了祖上的遗产和爵位，而成为英国议会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少年议员。他在英国议会有一次令人瞩目的表现，就是他反对艾尔辛勋爵假借保护人类古典艺术遗产的名义，把帕特农神庙的雕塑从神庙山墙切割下来，搬运到了伦敦，即我们前面所讲的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尔金大理石。但是拜伦更为特立独行的是，他的一生就是激情燃烧而短促的浪漫主义。他是一个情感早熟的人。拜伦自己说，我是一个情感非常早熟的人，早熟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我讲出我情窦初开的年龄，恐怕没有什么人相信。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也许这就是产生我的思想当中的那种可以预期的忧郁症和我的未来的命定的生活的原因。按照历史叙述，拜伦的情感的确是早熟，而他的早熟呢，可能和他的特殊的家庭生活有关。据说他在9岁的时候就被他的女性亲戚性侵，后来呢，11岁的时候呢，他和一个寡妇好像已经有了相应的男女之情。那么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可以预见的他后来的种种情感泛滥的男女生活。拜伦本来应该有非常美好的前程，他继承了爵位，继承了遗产，而且上了剑桥大学。但是呢，正如他所说的，由于他的情感早熟，其实就是他的情感的极端的丰富和不可控制，他始终是本于自己的情感的主导而生活的人。在剑桥大学上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的问题学生，而且呢，他持续不断的去挑衅学校的陈规。拜伦作为剑桥大学的学生，他就不是一个可以被驯服的学生。他所在的商业学院明文规定不准带狗进入学院，他就带了一只熊进入学院。他大学没有毕业，他就开始去远行，成为一个浪游世界的诗人。他的人生最伟大的创举就是，他作为一个贵族青年，投身于希腊反对土耳其争取独立的战争当中。他用他所获的遗产购买了一支巨舰，而且组织了一个海军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希腊。
他后来成为希腊的独立军总司令，在希腊战场率领将士浴血奋战，最后他因为染上热病，而在36岁不到的年龄就去世。他在他去世前2个月写了一首诗，今年我36岁。在这首诗当中，他这样说道，他说，对于我来说，人生最伟大的理想就是马革裹尸而还。这就是拜伦。拜伦激情燃烧而短暂的一生，对于后来的浪漫主义来说，犹如情感夜空当中的一支闪亮的火炬，永远的照耀着他们的情感真诚。在对浪漫主义做了精神溯源之后，我们现在进入到浪漫主义的绘画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绘画是法国女画家贝罗斯特的作品，它是对一个黑人女性的描绘。浪漫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趣，就是追寻一种异乡情调。这幅画就代表了这种异乡情调的追寻。画面上画的是一个黑人女性，但是你看她的坐姿和体态都向我们表现出一种雍容华贵之感。她实际上是一个具有黑人的肤色，但是呢，骨子里面还是白人女贵族的那样一种神态。这是浪漫主义的一种错位的情感追求。因此我们看这幅画的时候，我们透过她黑色的皮肤所感受到的是新古典主义绘画甚至新古典主义雕塑所要追求的那种白人社会的上层阶级的雍容华贵之感。它是有闲的，而且优雅的。浪漫主义绘画的代表性作品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在1818年创作的在云海之上的浪游者。这一幅绘画，它对于浪漫主义艺术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在画面上占2/3的是苍茫的云海和辽阔的苍穹，而在高山之巅伫立的浪游者，他用一种跨越的姿势背对着我们，我们看不见他的面目，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心是朝向那无尽的大世界的。浪漫主义总是这样，他们并不要给我们一个细致精彩的世界，而是突破一切具体的限制，去走向无限。这种无限当然不是在现实中可以抵达的。这正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论述的，无限作为崇高的本意，它是只有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才可以体察到的。弗里德里希在描绘这幅画的时候，并没有在按照古典主义透视的原理来进行画面和人物的描绘，整个构图和画面的细节都让我们感到是不可以规范的情绪的表达。弗里德里希自己就说，艺术家的情感就是他的法律，而这一句话就是浪漫主义绘画的最高原则。所以当我们来欣赏弗里德里希和浪漫主义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浪漫主义画家所描绘的自然风景，与其说是画家努力要去捕捉的现实，还不如说是他们借一些现实景物的主观想象和描绘来表达自己内在的心灵。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介绍2个英国的浪漫主义画家，一个是康斯坦贝尔，一个是透纳。现在我们先介绍康斯坦贝尔。康斯坦贝尔是英国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也是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画家之一。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康斯坦贝尔1821年的作品《甘草车》，他的这一幅绘画描绘的是他家乡的风景。这是一片非常宁静美丽的风景，有平缓流淌的浅浅的溪流，有宁静的展开去的田野，也有静静的竹绿的磨坊和树林，而且我们会感觉到高空中的那些游云也停下了脚步。康斯坦贝尔在这儿把一片宁静的优美非常亲切地展示给我们，没有大起大落的笔触，也没有高调的渲染，但是他的情绪是透过细腻的描绘，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样浸透着我们的感觉。康斯坦贝尔所描绘的这片风景是有现实的原型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去到康斯坦贝尔的故乡，去看到那个被保存下来的弗莱霍特磨坊。我们把现实中的弗莱霍特磨坊周围的风景和康斯坦贝尔画中的风景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现实中的弗莱霍特磨坊风景和康斯坦贝尔的绘画所描绘的风景是具有非常大的差异的。现实中的风景可能不会给我们什么情绪的感染，而康斯坦贝尔的画景却让我们感觉到浓浓的情意。所以康斯坦贝尔本人就说，我要尽最大努力描绘出我的处境。绘画就是情感的代名词。应当说，康斯坦贝尔的创作非常好地体现了他的这种绘画追求。我们来看他的另一幅绘画作品，这是他1828年创作的一个描绘瑟里斯贝尔利教堂的绘画。我们在欣赏这幅作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康斯坦贝尔创作这幅作品的背景，这就是2年以前康斯坦贝尔心爱的妻子病逝。妻子病逝之后，康斯坦贝尔大概有1年多时间都沉浸在苦痛之中，没有创作。当他在2年之后，即1828年拿起画笔重新创作的时候，他创作了这幅作品。我们来看，在画面中，大概在垂直和水平2条黄金分割线交界处就是教堂，而教堂的高高的钟楼的尖顶直插云霄。那么以教堂为标志，在教堂的下部近处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水洼，而且满布着泥泞，周围的这些围栏已经给人一种颓败的感觉。紧挨着教堂的左侧是一丛高高的树林，而在树林的左下方我们会看到一个小小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据说就是焚烧死者骸骨的地方。在画面的右上方是从乌云当中
喷射而出的阳光，这束阳光照射出一个连接地面和天空的彩虹，而教堂的尖顶恰好就在这个彩虹的圆幅当中。康斯坦贝尔在这幅画中的描绘，要表达的情意是，他祝愿他病逝的妻子能够从这痛苦的世界深入到了幸福的天堂。所以我们看到，在画面的左下半部是阴郁的，而右上半部呢，却是灿烂明亮的。所以康斯坦贝尔在这儿描绘这些现实中的景物的时候，作为一个具有写实主义传统的画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他把这些自然景物的客观写实的描绘赋予了隆重的色彩。这就是他所说的绘画是情感的代名词的体现。我们现在欣赏英国的另一位浪漫主义画家透纳的作品。现在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透纳1832年的一个作品，它是斯塔法岛的芬格尔耶洞。我们今天来观看这幅绘画，可能会错以为它是印象派的作品。然而印象派要直到1864年才开始产生。当然我们把透纳称为印象派的先驱者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他这个作品上面，我们已经看不到在传统西方绘画当中的天光云影和大地上的自然景物。比如说近景中的海平面，也许我们还能依稀辨认，而中景中的行船已经变得非常的简略抽象，远景中的苍穹完全是光和影的极端戏剧性的场景。从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透纳具体的景物已经不再有阴影，而是笼罩着这片景物的色调或者光影，是他要追求和描绘的。这是透纳1842年的作品，叫《暴风雪中的蒸汽船》。我们看蒸汽船作为绘画的母题，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它的实体的存在，我们只可以通过非常模糊的船的轮廓和那个在桅杆上高高飘扬的旗帜，才可以依稀辨认出船在恶浪汹涌的海上的存在。当然这幅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乌云翻滚的天空的处理是和下面的波涛汹涌的海面一样的，给我们的感觉海天之间似乎没有区别，或者说这是一个海天翻滚的世界。在画面中央，那从桅杆上高高张扬的旗帜，正如它被一片代表着光芒的明亮的暖色所簇拥一样，它在彰显着人之作为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然而周围要吞噬一切的黑色调，使这片光芒显得不那么真实，或者说显得脆弱。观看透纳的这幅画面，使我想起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兹的《古舟子吟》当中的4句诗。这4句诗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我们被困住了，没有呼吸，也没有移动，就像一幅画中的船游弋在画中一样。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作，科勒律兹的《古舟子吟》讲述的是一位老水手的一次海上遇难的经历。刚才我们介绍的4句诗描绘的就是
老水手他们在遇难之后所面对那一个令人感到绝望的一个近于死寂的无限自然世界。其实这也是浪漫主义在无限的自我追逐之中最终要面对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是作为孤独的人，他面对着无限而洪荒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就是康德所说的崇高的世界。所以浪漫主义的绘画到了透纳的艺术当中，其实它是把自我从现实的世界当中解脱出来。所以我们在浪漫主义绘画之后看到的就是具象的景物逐步的消失。现在开始，我们进入到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西方现代艺术酝酿于19世纪中期以后，它蔚然成风是在19世纪后期以后印象派创作为标志。西方现代艺术的特征，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这样4个方面。第一，追求创新和自我表现，这也可以说是革新主义追求。第二，在创作形式上表现出一种颠覆性和矛盾性。第三，对物象的捕捉或者表现倾向于从确定到流动。第四，对于接受者来说，创作从寄语到追问。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19世纪后期最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的作品。这个雕塑的名字叫《断臂梁的男人》。罗丹创作这个雕塑的目的是要参加巴黎沙龙艺术展览，但是当他提交这个作品的时候，被以丑陋、残缺为理由拒绝。我们把罗丹的这个雕塑和我们前面介绍到的古希腊的雕像，比如贝尔维德里的阿波罗雕像相比较，我们发现的确他被拒绝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残缺丑陋。我们看他的鼻梁有如被重锤砸碎了骨头一般塌陷下去，而我们看到的阿波罗的雕像的鼻梁是挺直的。黑格尔在美学里面就专门分析到古希腊雕像的鼻梁，他说古希腊雕像的鼻梁和额骨之间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丁字形。罗丹用一个砸碎了的雕像来进行艺术创新。罗丹的雕像被拒绝，他从此开始明白它和传统的真正区别在哪里，而它未来创新的道路在哪里，那就是打破传统的和谐、完整、优美。我们看这一个断臂男人的雕像，他之所以不仅残缺而且丑陋，就是因为他的面部给人的感觉是金属在融化阶段还没有完全凝固。罗丹的雕像因此被称为未完成品。后来罗丹在1897年接受了法国作家协会的订购，创作了巴尔扎克塑像。巴尔扎克是法国的伟大文豪，甚至可以说是法国文学的伟大代表者。
他的雕像在罗丹的手下被塑造为一个午夜起床、睡眼惺忪、披着睡袍、仰望着苍穹，却给人感觉是一种臃肿、懒散而且摇摇欲坠的造型。这个雕像的命运也是被拒绝。这雕像被拒绝之后，曾经有富有的企业家想出资来铸造这个雕像，罗丹生前一直拒绝，所以在罗丹死后的20世纪中期，这个雕像才由罗丹塑造的模型班铸为铜雕，现在也被收藏在罗丹艺术馆。罗丹的雕像作为现代艺术雕塑的先锋，他就是要打破平衡，打破优雅，而要让雕塑进入到一种富有动感和个性的状态。罗丹说，真正美的艺术必须是富有个性的，而最具有个性的常常是在丑的形象当中。所以他在雕塑巴尔扎克、雨果这些伟大的先贤的时候，他不再是按照古典雕塑那样一种均衡、和谐、优雅去塑造他们，而是努力去捕捉他们具有性格的特征。为了表现他们的性格，甚至不惜让他们的形体或者面容进入到一种近似于扭曲的状态中。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巴尔扎克雕像就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雨果雕像，它更是进入了一种犹如天空中悬飞着的神鸟一样的张开着双臂，犹如张开着羽翼。我们大家知道罗丹有一幅非常著名的雕像，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老纪欧米埃尔。这个衰老丑陋的身躯，它最好的去表现了一个风烛残年的妓女，她的身体、她的性格，甚至是她的灵魂。但这一切都是与美相对的。罗丹最伟大的作品应当是他耗费了近20年的漫长时光完成的《地狱之门》。在这个作品上，罗丹塑造了186个形象，这些形象分别被情欲、恐惧、理想、爱恨等等人类情感所冲击、纠缠、折磨着。《地狱之门》这个雕像向我们展现的是激情的冲突，是生命的猛烈，是那不可或止的动力的永恒挣扎。我们把罗丹的《地狱之门》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东面的正门及天堂之门相比较一下。天堂之门是由意大利艺术家罗伦佐·基拜尔提在1452年完成的雕塑作品。天堂之门和地狱之门不仅他们的题名相对，他们创造的风格也是相对的。天堂之门是用圣经旧约传说中的故事为题材的，他们的主题是传达圣经的恩爱和救赎。基贝尔提的这些雕刻笔法细腻优美，给人一种无限神往的温馨和愉悦，充满着慈爱。在地狱之门顶上安置着著名的思想者雕塑，思想者雕塑塑造了一个体型壮硕的男子形象，他结实饱满的身躯让我们想到古希腊的宙斯神像，也会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摩西神像。但是我们把这3座神像相比较，我们就发现，就体格来说，3座雕像
都表现了成熟男性的强健生机，他们的肌肉都是结实饱满，而且充溢着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们的体型却是差别很大。宙斯神像我们看到的，它是直立的，而且进入了一个富有动态的投掷姿势，尤其是他的左手向前，如箭一样刺出，而他的右手呢，正在非常有力地准备着投掷。摩西的神像给予我们的是威严，是神圣，所以他的姿势基本上是端坐的，但是他扭转的面孔给我们一种强劲的张力。罗丹让他的思想者俯身坐在石头上，我们会看到他的脚和他的背部都是倾向前端的，给人一种复调式的一种强烈的冲击感。他低垂的头颅被右手支撑着，我们看不见他的眼神，但是我们从他紧蹙的双眉和他的两颊鼓突的肌肉，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在心灵的激烈的冲突。罗丹的雕塑受到米开朗基罗的影响非常大，他和米开朗基罗都对希腊的宁静和谐进行了反叛，取而代之的是张力的突出。但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还保持着希腊雕塑的怀面的完整和适度的平滑，而在罗丹这里，我们看，与其说是力量，而不如说是情绪控制了雕塑的体面，使它们沟痕交错，突兀峥嵘。所以罗丹说，富有性格的东西是美的，而丑的东西在最富有性格。应当说，这就是罗丹雕像所体现的。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3张照片，是前面给大家介绍过的。一个是乔尔乔纳的甜睡的维拉斯，一个是提香的乌尔比罗的维拉斯，一个是安格尔的大宫女。我们说了，在这3张绘画之间，关于这个女性形体的表现，有一个历史的继承和改进的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是法国印象派大师马勒在1863年创作的画作，他题名为《奥林匹亚》。我们看这一幅画，如果我们对前面3幅画作的人体描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即3幅作品虽然在对人物的性格展示上有差异，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遵循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焦点透视构图。那么以此为对比，我们就会发现，马勒的这幅奥林匹亚画作对画中女性身体的处理有一个与此前绘画非常不同的方面，就是它并不再是按照透视的原则来描绘这个形象，而是如美国评论家伯林伯格所指出的，马勒不再是按照焦点透视的原则把这个人放在一个有深度的空间，而是让他的身体仿佛是要从床垫上由内向外翻转过来，给人的感觉他不是在一个深度空间上平稳地躺着，而是努力着要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平板的画布上，也就是说要回归到2维。瑟林伯格认为马勒的这幅作品是第一幅现代主义绘画作品，原因是与文艺复兴以来画家追求在2维平面上创造3维空间相反，马勒所做的工作是要让绘画
从文艺复兴创造的深度幻觉当中回归于二维平面，也就是伯林伯格所说的绘画重新正视自己的媒介本质，就是二维平面这个本质。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的女体，它不再是立体的透视的，而是反立体反透视的一个开端。莫奈的另一幅作品也是1863年的《林中午餐》，表现了同样的反透视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在近景中的两个男人和那个裸体的女士，似乎还在一种常规的透视构图当中。然而，当我们的目光透向那个远处的洗浴的女士的时候，我们发现马奈对绘画进行了第二次透视。所以远处的这个洗浴的女性形象，不是在按照透视的规则远去，而是如相机的镜头拉近一样，向我们移动过来。我们把马奈的《林中午餐》和乔尔乔拉的田园牧歌构图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乔尔乔拉的构图是在创造深度，而马奈的《林中午餐》是在缩短甚至消解深度。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是另一位印象派大师莫奈1872年创作的，他题名为《印象日出》，就是因为这个作品和他的题名产生了印象派这个提法。印象派针对于马奈、莫奈他们的画作，当时是一个贬义词，是指他们没有遵循传统的绘画技巧，或者说缺少传统的技能，而进行一种纯印象的创作。然而莫奈和马奈他们作为印象派的先驱者，他们正是要打破传统架上绘画所追求的那种理想化的光影描绘。与传统相反，他们主张画家应当在现实当中去捕捉光和影还有空气的作用，要表现的就是画家自己的视觉感受，这就是印象。我们看莫奈的印象日出，我们也许会想到透纳的一系列海景画作品，因为他们都是强调了色彩对整个画面的氛围的控制，而不是对具体景物的描绘。但是在莫奈的画作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印象派的绘画精神和透纳的浪漫主义绘画精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浪漫主义的绘画精神强调的是情感，通过色彩去渲染画面，而印象派的绘画精神恰恰是要尽最大可能去消除包括理想性和情感性这一些被他们看为主观的或者非自然的因素，而他们要做的是眼光在面对自然景物的时候去捕捉到乃至于空气对光影的影响的那样一瞬间的色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莫奈晚期的作品，就是他的睡莲系列。我们在法国的橘红博物馆可以看到2个巨大的馆室长篇巨幅的睡莲系列作品展示。莫奈在晚年的时候，他已经有害着非常重的眼疾，几近于失明，
据说他的睡莲系列的创作基本上是靠着他自己的记忆力和感觉，而不是实力。这就正如晚年的贝多芬双耳失聪之后，靠着他对音乐的记忆力来进行作曲和指挥。莫奈毕生都在追求在空气中变化的光和影的戏剧。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这幅睡莲，与其说他是在描绘一个文艺复兴以来试图追求的确定、客观而静止的世界，那么不如说莫奈是在试图追逐着一个具有永恒生机的明灭变幻的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莫奈的世界是一个具有梦幻气氛的世界，但是在莫奈自己的心中，这个世界应当是最真实、最生动、最自然、最客观的。印象派以莫奈为代表，他们的绘画追求终其极致是要表现我们这个世界永恒不息的生命的光影。对于他们来说，感觉是第一位的，而只有在最真切、直接的感觉当中，才有真实的生命，也才有自然的五彩缤纷。正如我们看到的睡莲一样，一个梦幻的世界，但是无比的温馨和生动。我们现在从印象派进入到后期印象派。印象派强调直观在绘画中的意义，也就是要用画家自己的视觉去捕捉在空气中演绎着的光和影的戏剧。这种对瞬间的色彩感的捕捉和表现，印象派把这种绘画精神推到极致，就使绘画成为对物体纯粹外观光影的捕捉，而丧失对物体的内在结构的把握。在他们的画面上，常常就只留下如空气一样迷茫的色彩，而不再有具体的物象。后期印象派的产生，就是对印象派绘画精神的矫正，甚至逆转。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后期印象派大师是塞尚。在众多西方现代派画家当中，塞尚的人生是一个前期充满冷遇，而后半期逐渐被接受和认可的一生。因为他始终在走着独立的探索道路，与当时的绘画精神如果说不是格格不入，至少也是漠然无关的。塞尚的绘画精神与印象派绘画精神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印象派主张直观地去捕捉自然景象，特别是瞬间的色彩感觉，而塞尚他是坚持一方面必须要向传统学习，另一方面要向自然学习。他认为真正的绘画的前途是在于传统和自然的结合。他说卢浮尔宫是一部好的教科书，但它是间接的。我们的现实而伟大的教科书就是丰富多样的自然的画面。塞尚晚年从巴黎退回到他的故乡普罗旺斯的
埃克苏。在这里，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盘桓于山冈、小径和池塘，他对这些已经是如数家珍的景物，却有无限无尽的一种观察、体贴和交流的心情。我们现在在画面看到的，这是他在家乡留下了无数步履和踪影的地方。在塞尚晚年创作的大量的关于他家乡景致的作品当中，最为突出的是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他所创作的数以十计的神维多利亚山画景。神维多利亚山是塞尚作为他在埃克苏的3个创作工作室之一的皇室小屋对面的一座山。他经常在这个皇室小屋门外的山坡上眺望神维多利亚山。当然，他也时常会去爬涉写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塞尚相对早期一些的神维多利亚山画作。这个画面给我们的感觉有一种简略古朴的景致。这幅画以青绿色为基本色调，由近距远向我们展开绵渺的风景。这幅画应该说它还保持了文艺复兴绘画的透视风格，但是它使透视的画面显得更加平淡自然，所以有一种简约素朴的感觉。那么在更晚一些的这一张神维多利亚山画面当中，他在保持早期塞尚画作的青绿淡雅的风格的同时，已经在构图上表现了塞尚式构图的特征。这就是远处的山峰不是和近景的原野处于同一个透视序列当中，而是如中国画一样重新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透视序列。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视觉感，仿佛远处的山峰和前景中的松树，特别是松树的枝叶，是处于同一个透视位置上。这就很像中国的高远画法，山峰不是远去，而是前来。我们现在来看塞尚更晚一些，大概完成于1890年的另一幅维多利亚山画作。看这幅画作，我们发现塞尚在画面上从色彩来看，他强化了色彩的冲突，他基本上是把非调和的原色直接敷陈在画上，而且采用的是厚涂的方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对景物的空间位置的处理。他是完全打破了透视构图。在这幅画面上，塞尚显然是使用了3个透视层次来构图。我们看近景的树木是树叶历历在目，还有中景中的湖泊也是一片均匀空灵。更远处的山峰，它不是透视溯源，而是一种向近景前移的感觉。我们把一张这幅山峰的摄影和这个画作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塞尚的画面上，山峰是一种前倾的感觉，而在摄影画面上，山峰是后退的。塞尚的这幅画作，它给我们2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打破线性透视，而用移动的视点来进行构图。这幅画可以说是塞尚之为塞尚的典型的画作。它让我们看到2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塞尚的色彩是主观的，是印象派的，他不再去按照传统的理想化的描绘原则来进行色彩表现，而是用了非调和的原色，用了塞尚的特殊的笔触，也就是厚涂的方式来进行描绘。
所以观赏塞尚的绘画，我们会感到极其强烈的色彩的张力。第二个方面，我们又感到在塞尚的描绘当中，透过这些极具主观性的色彩表现，我们又会感受到具有传统写实一样强烈的那种物体的质感。这种质感是在于塞尚由外及内把握到了事物内在的结构和机制而实现的。我们可以说，对景物的描绘，塞尚的绘画是在主观和客观，在外观和结构之间建立了一种具有高度张力的平衡性。塞尚就表示，他对绘画的追求不仅要表现外观的色彩，而且要揭示内在的结构。这就是他所说的，一切景物都可以简化为圆柱体、圆锥体和圆球体三种基本几何体。法国哲学家梅勒庞蒂在解释塞尚的绘画精神的时候，这样指出，塞尚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在情感和思想之间做选择，正如他无需在无序和有序之间做选择一样。他并不愿意把我们所见的固定的事物和事物呈现的方式相区别。他真正想要展示的是事物如何获取形式，是秩序怎样从自发的有机组织当中形成。梅勒庞蒂的这一段话就是揭示了塞尚在绘画创作当中试图在展示一个直观现实的景物的时候，要把这个景物内在的结构和生成原理揭示出来。梅勒庞蒂还认为，塞尚的艺术追求体现了自由的本质。如果有真正的自由，那么它只存在于我们这样的生命历程当中。一方面，我们超越了我们的本源；另一方面，我们又始终保持着和我们本源的统一。应当说，在现代艺术萌发的早期，塞尚的伟大就在于他在传统和现实之间，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发现了张力，而且以张力作为他艺术创作的根本的源泉。正因为如此，20世纪伟大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毕加索才会这样说：塞尚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这就是艺术史公认的，塞尚是真正的现代主义艺术之父。我们现在来了解梵高和欣赏他的作品。梵高是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荷兰画家，他也是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画像，是梵高曾经的画家朋友高更为梵高做的一幅肖像画。我们看画中的这位男子显得是邋遢憔悴，没有一种让我们想象中的画家应有的那种超然世外的潇洒或者豪气。在梵高死去多年以后，据一位女士回忆，她在14岁的时候在阿莱见到的梵高。她说，这个梵高给人的感觉是
长得很丑、邋遢，而且脾气怪异，几乎没有人喜欢他。高更的画像和这位女士的回忆是相吻合的。应当说，在现实中的梵高就是这样一个不招人待见的画家。梵高出生在荷兰的一个被称为 Grote Tronda 的偏僻的乡村。2010年，我专程去拜访他的故乡，那个地方还不通火车，需要乘坐1个半小时的巴士才能到达这个乡间。梵高的父亲是这个乡村的牧师，他本来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神教事业，但是在多种人生坎坷之后，梵高在大约27岁的时候选择了绘画，开始了他人生仅有10年的画家生涯。在梵高数以千计的绘画作品中，有一幅他创作于1886年的作品，题为《一双鞋》。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一双鞋做过深度的解释，他把这双鞋认定为是一双农妇的鞋。他说，这双鞋被描绘在一个我们看不到任何具体背景的画面上，它那么破烂，它的鞋底鞋类都祭奠着尘垢。看到这双鞋，我们就会想象到穿着这双鞋的农妇怎样在冬天的一望无垠的田野上，迈着沉重的步履向他的家归去。他说，寒风凛冽，这位农妇是如此的疲劳，如此的辛苦，但是在他的腹中涌动着将要诞生的婴儿。他的艰辛，他的期待，一切都在这双鞋中。海德格尔说，这双鞋展开了一个农妇的生活世界。当然，海德格尔这个评价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比如美国有一位艺术史家就说，梵高描绘的并不是一双农妇的鞋，而是梵高自己穿的鞋。在斯皮劳之后，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他的著作《绘画中的真理》这本书里面，对这双鞋做了专题的解读。德里达用他的解构主义方法分析并且认定，这根本就不是一双鞋，而是2只同为左脚的鞋。在阅读3位哲学家的著作之后，我就抱定了一个心愿，要去探望梵高的故乡。而2010年的秋天，我终于得以成行，到了这个被称为宗达的荷兰乡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田野风光，正如海德格尔在他的著作里面所描述的这样，是充满了泥泞的。可以想象，当年梵高或者是梵高的同乡，的确是穿着这样的厚皮靴，然后踟蹰地走在这些泥泞的道路上。在我踟蹰于这片田野的时候，秋风瑟瑟，不时滴沥着细雨的下午，在这些田园上彷徨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受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艰辛和泥泞，想到了梵高，想到了梵高的同乡。梵高一生只活了37岁，他的人生的最后时光，也是最美好的时光，是在法国的南部城市阿莱斯度过的。阿莱是一个具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城，处处可以见到罗马的古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雕像是梵高的纪念像，在阿莱市的中心。梵高作为后期印象派画家，他早年的时候先是学习古典绘画，学习当时的印象派绘画，也学习了日本的浮世绘画，从当中吸取了他的精神滋养。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梵高仿系一位日本画家的作品创作的《雨桥》。我们刚才说到，梵高生命中的最后2-3年主要是在阿莱度过的。他到阿莱有一个重要的理想，就是和他的好友高更一起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画家的小世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向日葵是收藏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的梵高作品。据说这幅作品是梵高为即将前来与他相会的高更创作的作品。梵高的向日葵系列主要创作于他和高更在阿莱相聚的前后。这段时期的梵高充满了理想，充满了欢悦。对他来说，生命就如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以金黄色为背景的向日葵，不管是上扬还是低垂，都充满着窘境的生机。这幅被提名为水源花的油画是梵高生命结束前不到1年的作品。看这幅画作，如果我们不了解梵高的生平，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心里充满了阳光、无限喜悦而且无限幸福的一个画家的作品。但是这个时候的梵高已经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期，而且他在一个修道院的医院里面过着最后的半是癫狂半是正常的生活。高更到来并没有给梵高带来他所期待的友谊和欢乐，相反，他们很快闹翻。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梵高跑到阿莱的田野上割掉了自己的右耳。这个事件的结果是高更坚决离梵高而去，而梵高本人也因为精神病而住进了附近的一个修道院。不久，他被他弟弟转院住到了巴黎附近的圣尼蒙修道院的医院里面。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像就是梵高住在圣尼蒙修道院时描绘的他窗户外的鸢尾花的风景。我们看这幅画面，这些紧紧地涌出在一起的鸢尾花，无论是它们的紫色的花蕊还是它们的绿色的叶片，都在梵高的强健有力的笔触下表现出一种蓬勃的生机。如果我们对梵高的生平缺少了解，也许我们会认为描绘这些鸢尾花的画家生活在健康、幸福而甜美的世界当中。恰恰这个时候的梵高已经进入他生命的最后的时期。就此，我们应该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艺术的强健支持了艺术的创造，还是艺术的苦痛激发了艺术的创造？就梵高和许许多多的艺术家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在1890年7月29日，可能因为病痛，也可能因为深知绝望，梵高吞枪自杀，年仅37岁。37岁离开人世的梵高，生前只卖出一幅作品，这幅作品当时只售价4000法郎，而现在这幅作品价值4000万法郎。梵高是当今世界上售画价格最高的3位画家之一，这3位画家是塞尚、梵高、毕加索。为什么梵高的作品在死后才得到认可，并且被推到极高的位置？这是因为在梵高生活的时代，
艺术市场还受制于传统的规则的约束，而梵高的艺术创新走到这么远，他的绘画不再是为了任何规则或者理念创作，而只是他自我生命的存在形式。这是因为梵高生活的时代，艺术市场还停留在古典保守的趣味当中。梵高离当时的艺术世界是走得太远。对于他来说，艺术创造既不是为了美的原则，也不是为了精神的理念，而只是作为他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梵高的画作数以千计，但他最大量的作品还是在他生命的最后2年当中，尤其是他住进了利蒙修道院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星夜之作，就是梵高去世前的一幅代表作品。这幅作品据一位天文学家研究，是梵高在1889年6月19日凌晨4点，透过他窗户所看到的星夜景象。而且还有学者表示，在1888年出版的一本天文学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螺旋状的星系图像，但是没有资料证明梵高看到过这部天文著作。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在1888年的时候，梵高曾经创作过另一幅星夜图。在这个星夜图上，星空的星光并不是漩涡状的，而是圆形状的，与1889年的星夜图的漩涡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宇航局14年6月4号发布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一些星系图像。这些星系离我们大概有4000多万光年。这些图像我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最先进的高科技的太空望远镜才能拍摄到。我们现在把梵高1889年描绘的星空图像和哈勃太空望远镜2014年拍摄的星系图像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具有惊人的相似。那么这种惊人的相似来自于哪里？这不是肉眼所能观察到的。也许我们会觉得，在科学的遥远的真实和艺术家的心灵的深刻的直觉之间，可能会有一种同构或者是同似性。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梵高艺术的伟大价值绝不存在于他的艺术的想象和未来科学的吻合，而是存在于许许多多的美学家和批评家都指出的。在人类绘画史上，也许只有梵高的作品这样最直接地展现了他生命的惊喜、战栗、痛苦和欢悦。梵高的绘画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存在于他的绘画中，而他的绘画就是他生命的展现。也许在人类历史上，梵高不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确实是极其稀少的以绘画为生命的伟大画家。梵高的创作理念，他在一封致他弟弟的书信中这样说道，他说，我的创作并不是要回到浪漫主义或者是宗教的理念。他说，我借助于德拉克拉瓦式的色彩和相应的描绘，我并不是要回到一种直观的准确，我不要回到都市，不要回到巴黎，而是要进入到乡村的自然，甚至出野。梵高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家，他是突破当时的一切艺术的陈规和束缚，而回到自我的生命本身。他的粗粝，他的夸张，他的幻想，其实都是他的生命的存在。在西方艺术史上，梵高是不可以重复的画家，正像在中国艺术史上，徐渭是不可以重复的画家一样。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自己绘画的起点和终点，也是全部内容。
我们现在来探讨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柏拉图在2000多年前关于模仿和真实的论述。他说，模仿和真实之间的差别是相当远的。模仿者只是这样来进行生产，他们和事物之间的联系非常的表面，而且仅仅的限于外观。柏拉图还说，一个图像制作者，也就是一个模仿者，仅仅理解事物的外观，而真实却是远离于他的。柏拉图这两句话告诉我们，画家模仿现实事物，只是根据于他对现实事物的外观的了解，他模仿的只是事物的外观，也就是他常说的影子。柏拉图在2000多年前所指出的图像和真实之间的差异性，到了20世纪现代艺术运动当中，变成了一个基本的主题。可以这么说，20世纪现代艺术相对于传统艺术的古典主义精神，即寻求真实而美丽的去描绘现实，那么现代主义艺术追求的就是不断的去质疑图像和真实之间的关联性、一致性。美国已故的重要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就坚持认为，现代艺术的主题并不再是企图去再现现实，而是返回到媒介的自我认知。简单讲，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印象派的时候指出的。他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在绘画的表现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从创造三维透视的虚拟空间回到二维平面上来。格林伯格认为，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内的传统艺术都是遮蔽媒介而进入对现实的表现。现代主义艺术相反，它的意图是回到媒介，也是回到艺术本身。格林伯格是这样说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艺术曾经遮蔽媒介，用艺术来取消艺术；现代主义却是用艺术来唤醒对艺术本身的关照。所以他又说，现代主义艺术是关于艺术本身的艺术，是艺术自我反思的艺术。超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布雷东指出，在这个时代，真正成为问题的是现实本身。他的这个说法表达了超现实主义者甚至整个现代先锋艺术对现实本身的质疑，认为不再存在一个如传统艺术所追求的在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真实的现实。相反，他们认为真实的艺术追求恰恰就是应该放弃对真实和幻觉区别的艺术追求。布雷东的超现实主义艺术理论追随其思想根源应当归属到19世纪的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唯意志论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无意识理论，还有正在酝酿着的量子物理学理论。这些哲学思想、心理学理论和科学理论都在表现着和传统世界观相反对的一种精神，就是对确定性的怀疑。
对整体性的怀疑，与此相应的对理性的怀疑，取而代之的是不确定性、非整体性和无意识的自我张扬。这些就是超现实主义的精神背景。所以超现实主义可以说是20世纪先锋艺术的基本精神表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陶瓷蓝用小便器。在1917年纽约的美国独立艺术家沙龙展览会上，马塞尔·杜桑把它作为自己的作品提交给展览会，被拒绝，因此引起了特大轰动的争论。展览会拒绝马塞尔·杜桑将这个陶瓷小便器作为作品提交，理由是这并不是杜桑的作品，而只是他从商店购买来的一个现成品。拒绝的第二个理由是，将这样一个日常用作排泄的器物参与艺术展览，是对艺术的美的原则，或者说美的品味的亵渎。关于杜尚的小便器事件，有3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马塞尔·杜桑虽然没有亲自执着这个小便器，但是他选择了它。他把一个日用品放在艺术的位置上，就消除了它实用的功能，而赋予了它艺术的地位，从而使我们对它产生一种新的意识。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的经验并不一定是激动人心或者美化教育，相反，它可能是给我们一种令人震惊的厌恶感。马塞尔·杜桑将一个现成品作为展示对象，而且使用的是一个小便器，在这里他其实表达了一个艺术观念，就是对艺术的亵渎，即艺术不过是你可以排泄的场所。第3种观点认为，观众可以通过马塞尔·杜桑向我们呈现的这个上下倒置的小便器的流畅的轮廓，想象到蒙面的文艺复兴的古典美女，或者一个静坐的僧侣。马塞尔·杜桑的自我解释是，我对这样一个对象的选择并不是考虑到他是否吸引我，无论是从美的意义还是从丑的意义。正如你所见，我要发现的只是这个对象的平淡无奇。马塞尔·杜桑所表达的这个艺术观念，既是对传统艺术的美学理想的颠覆，也是对他的思想主题的颠覆。也就是说，对于马塞尔·杜桑来说，艺术不再承担创造美和表现精神的意义，它只是一个无聊的现象。马塞尔·杜桑的艺术选择和他的美学表达，不仅对传统艺术是一种颠覆性的行为，而且对于现代艺术来说，它导致了一个基本的美学问题，就是怎样去区分艺术和非艺术的问题，怎样去区分艺术原创和仿戏的问题。在马塞尔·杜桑之后，我们发现艺术和非艺术是创作还是挪用，变成了艺术家的一个主观选择，或者是变成了艺术世界的一种规定性的判断。我们现在在画面上
看到一个图像，这图像是什么？用我们正常的眼光来看，当然它是一只烟斗，但是在这只烟斗的下方，在同一幅画中，画家本人写了一句法语，叫“这不是一只烟斗”。我们明明看到了画上画出来的一只烟斗，但是画家本人为什么又要给我们写出这不是一只烟斗？画家最后给这幅画提了一个名字，叫形象的反叛。我们发现，面对这幅画，我们被3个元素纠结，一个就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个烟斗的画像，一个是对这个烟斗的画像的一个判断，还有就是绘画的标题。这3者之间是纠缠不清的。如果你认为它是一只烟斗，你会面对玛格丽特本人的否定。他说：“当然，它不是一只烟斗。这一点，只要你试试往它里面装烟丝，就知道了。但是我们的确又看到了一只烟斗，或者我们会说，我们看到了一只烟斗的画像。所以，玛格里特所说的图像的反叛就在于这点。当我们试图把图像，一个画得如此真实的图像，认同为他所描绘的原型，我们发现，我们就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就是以假代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否定它是一只烟斗，我们说它跟那只烟斗没有关系，或者说它是一个虚假的烟斗，然而我们又会发现，恰恰是这个被我们认定为虚假的烟斗，它在把我们指向那个现实中的真实的烟斗。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玛格丽特要通过这样一个作品，把我们植入图像、文字和现实之间的悖论纠缠之中？法国哲学家傅科为玛格丽特的这幅作品专门写过一篇题为《这不是一只烟斗》的长文。他说，玛格丽特的作品其实是在展开这样一个游戏，就是在我们平常看为2个极端的文字和图像之间的游戏。傅科认为，语言因素和形象因素的严格区分、相似和判定之间的等值，这2个原理构成了古典绘画艺术的张力。而玛格丽特的作品所做的，正是将文字和形象2极纳入了纠结的游戏当中。通过这样的游戏，玛格丽特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玛格丽特对于自己的创作如此解释，他说，人们总是要问它意味着什么，其实它不意味着什么，这是因为神秘本身不意味什么，它只是不可以认知的。玛格丽特指出，我的艺术作为整体，它是在揭示世界本质性的神秘。艺术对于我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个激发那种神秘的工具。玛格丽特的作品代表着对世界的不可知，或者说对现实的非理性、超现实的，甚至无意识的层面的一种神秘感知和表现。这就是他通过他的画作，这不是一只烟斗，所向我们揭示的那种真实和图像、艺术和生活、自我和世界、表现和遮蔽多种2极事物之间的二律背反。作为一个总体的表达，就是他所说的世界本质性的神秘，而这也就是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本质所在。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出生于西班牙的20世纪
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毕加索。毕加索1881年生，1973年死，活了92岁。他是可以称得上20世纪现代艺术的创新和实践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古典的学习，到后期印象派的模仿，到立体派的创新，到后来的一系列的绘画、雕塑、装置，甚至综合艺术的实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毕加索的几个重要的代表作，一个是他1907年创作的《亚维农的少女》。这幅画据说他创作了3年，而且在创作期间始终不让任何人观看。当他终于完成这个作品，并将它展示于公众的时候，引起了石破天惊的震撼。也就是说，一个新的艺术流派在这幅画那里开始酝酿，就是立体派。这幅画画的是5个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红灯区，就是亚维农小街的妓女的生活情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的5个人物从左到右大概分为2组，一个是左边的3位女士，她们虽然接近于几何画，但是还是反映着古典绘画风格的立体感。而右边的2个女人就是后来的立体派构图的一个雏形，因为她们的面具式的面孔不再是一个直观的面孔，而是一个运动着的扭转的面孔。因为她们的面孔看起来类似于面具，其实它是立体派的一种拆解的结果，它展示的是扭转的观看。我们现在看到的1910年的这幅肖像画，它是毕加索的立体派典型的代表作。它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是把一个正常的人的外形把它拆解之后拼贴在一起的感觉。有一位艺术史家开玩笑地说过，什么是立体派？立体派就像一面镜子摔在地上，破碎之后你所看到的镜像。所以立体派这个名称其实和立体派绘画的精神追求是相反。如果说传统的绘画是要结束于透视技巧，描绘一个幻觉中的立体完整的景象，那么立体派这是要打破这个固定的景象，要让它从被固定的一瞬间重新回到展开着的时间过程当中。所以立体派拼贴的景象其实是画家按照他自己的路线在时间当中观看到的物象。在立体派运动之后，毕加索的创作有像一种原始主义画风回归的倾向。这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和法国20世纪早期的重要艺术家马蒂斯的野兽派绘画风格非常的接近，就是说他们使用一些平涂，带有一种儿童绘画的那种平涂色彩，而且强调高调的色彩对比，绘画具有一种幽默游戏的风格。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梦想，或者有时被称为爱之梦的这幅作品，是毕加索为他的年轻的情妇瓦尔特尔画作的。这幅画创作于1932年，现在是毕加索绘画当中售价最高的作品之一，可能接近于2亿美金了。它为什么具有这么高的价值？可能一方面因为在它的背后包含着一个毕加索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幅画的确表现了毕加索对色彩和线条的天才式的运用。他在极其泼辣大胆的笔触当中表现了可能在人类绘画史上难得一见的圆润和甜美。我们看的这个1967年的一个带有西戏风格的装置，这是毕加索后期的
非常典型的创作风格。毕加索到了后期，应该说他跟日本制作商合作，制作一些画盘等等之类的，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永远带着童心或者是游乐之心的老顽童艺术家。毕加索认为古典艺术创造的形象大都是谎言，他认为艺术不应该按照美的规则进行创作，而是要遵循于艺术家自己的直觉和他自己的想象。毕加索的艺术生涯终其一生，可以比喻为一个在海边沙滩上玩堆砌城堡游戏的小孩，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塑造，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成就，而是为了下一轮的潮汐冲毁他的建筑。毕加索说，传统绘画是一系列因素叠加的结果，而在我的创作当中，一幅画就是破坏的结果，我画一幅画就是我破坏它，然而到底没有任何东西损失。这片红色我把它从这个位置挪到另外一个位置，事情就是这样。毕加索对于自己作画的这种解释与柏勒东对他的阐释是一致的，与毕加索把自己的创作视作不断破坏的结果相一致。柏勒东就把毕加索的艺术视作一种儿童的游戏。柏勒东说，我们在儿童时代都有各种各样的玩具，这些玩具今天可能会使我们感到可怜或者不满，然而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生活本身就是由玩具构成的，正如我们儿时的玩具一样。毕加索给我的就是这种感受。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什么？大家可能会告诉我，这是咖啡杯、碟子和勺。没错，但是我们进一步再追问，这真是咖啡杯、碟子和勺吗？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问一下，你会不会就这样用它来喝咖啡？大家的回答会是怎样呢？这个作品是现代艺术家奥本海默的作品，被称为对象带皮毛的早餐。奥本海默创作这个作品的背景是，他和毕加索等人在巴黎的一个咖啡馆聚会。毕加索说道，一切东西都可以套上皮毛。奥本海默接话说，既然如此，那么咖啡杯和勺也可以套上皮毛。这个作品的基本语义是20世纪的存在哲学的表达。所谓存在哲学，是以尼采哲学为思想前提的20世纪重要哲学理。他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法国哲学家萨特。存在哲学的基本思想是质疑理性和追问存在本质。奥本海默把他这个作品命名为对象，其实就是在追问我们作为一个主体和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咖啡杯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个用具，它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简单明确的，就是用来喝咖啡。但是当艾本海默以套上皮毛的方式对咖啡杯进行简单的改装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联却是如此的脆弱、多变、可疑。这就是它的存在哲学的意义，即质疑我们的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说奥本海默的作品是一种从存在哲学出发的对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的质疑，那么纽曼则比奥本海默更进一步，他不再认为有需要我们质疑的对象，而是认为
绘画所要表现的就是人和世界之间的一种接触，甚至碰撞。纽曼把自己的画作定义为一种崇高的表达。他说：“崇高来了。”什么是纽曼所追求的绘画的崇高？他说：“这是与我们在现实中与另外的人相遇毫无差别的东西。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反应是生理的，而且在其中存在着形而上的东西。如果说人与人的相遇是有意义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来欣赏纽曼的作品。纽曼的作品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的绘画语言是高度的抽象，而且极端的简约。在画面上，我们常常只看到两种绘画语言，一个是矩形的色块巨大，一个是划破这个矩形的线条，常常是垂直而下。第二点，纽曼的作品尺寸巨大。当我们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以作品所在的展厅提供给我们的距离，纽曼作品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面色彩的墙迎面扑来。它的效果的确如纽曼自己所说，是人与画面的一种生理性的相遇，甚至撞击。第三点，正如纽曼本人所说，在形成一种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相遇而产生的一种生理反应。在纽曼的作品当中，他通过这样一种对我们既有撞击性和压抑性的局部色块，以及它的令人意外的破裂的线条，给予我们的是一种被置于荒漠般的世界的那样一种疑惑和悬想。这就是他要的崇高效果。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阐释纽曼作品的哲学意义时指出，纽曼的绘画作为指向崇高的抽象艺术，它不仅不描绘具体的物象，也不向我们提供或者暗示任何意义。它给予我们的只是有物发生的这样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是在把我们指向一种通过一切具体的艺术，当然也通过纽曼的艺术本身都不能表现的那样一个感受，就是无限感给予我们。利奥塔认为，纽曼的绘画最好的体现了康德的崇高美学。正如康德说，崇高是对一切大的一种超越，因为它指向无限。而纽曼的努力代表着现代主义对无限的追求，它表现的是不可表现者。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安迪欧霍尔。安迪欧霍尔是美国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安迪欧霍尔的创作代表着我们所追索的现代主义艺术里程走到了尽头的一种景观，就是艺术和非艺术难以区别，艺术的创作和商业的应用难以区别。在这个前提之下，安迪欧霍尔他所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戏仿性的去展示一个商业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是美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在这个传统当中，富人和穷人都在商品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喝着同样的可乐，看着同样的电视。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画面，在这个画面上，用我们的直观的判断，我们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纸箱子，从它上面的英语标记，
我们知道这是布里洛肥皂盒的一个图像，我们要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肥皂盒，当然它也不是一个肥皂盒的照片，它是一个木箱子使用丝网印刷的技术而形成了现在这样的面貌。然而它是沃霍尔1964年创作的一个作品，它的名字也叫布里洛盒子。但是这个布里洛盒子和我们在商店里面所看到的纸箱子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纸质的，它是一个6面封闭的木盒子，而它的外层就是我们看到的景象，是沃霍尔使用丝网印刷技术在这个木箱子外面印制了这样一个布里洛盒子的图样。在这里我们发现安迪沃霍尔做了一件和马塞尔杜桑完全相反的事情。马塞尔杜桑在1917年是试图要把一个现成品认定为艺术品，而安迪沃霍尔1964年却是要把自己的艺术品制作成让大家感受到是一个现成品。对于安迪沃霍尔的这个布里洛肥皂盒子造成的艺术和现实之间的混淆或者是背反，美国美学家埃瑟尔·丹托指出，这意味着艺术终结了。他说，艺术终结存在于这个事实，即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和现实相互之间不再可以识别。丹托所说的艺术终结，其实就是意味着在现代主义的先锋反叛之后，由于传统的规则、标准、理念被颠覆了，艺术不再具有现在的前提和标准，所以什么都是艺术，怎么都行，就成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艺术潮流。在这样一个潮流之下，的确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区分艺术和非艺术。我们这门课是探讨经典艺术的，是对经典艺术所具有的不朽的艺术品质和精神品质的追求和欣赏。什么是不朽的艺术？其实不朽的艺术相对于时间的流淌来说，本身就是已经死去的艺术，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不再可以重复、不再可以再生的艺术。所以我们欣赏经典艺术，正如我们这门课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是要我们作为一种精神的体验，不断地回到我们人类曾经有的伟大的创造，回到我们的精神家园，而且重新开始。好，我们这门课就到此，谢谢同学们。